来了，朋友们，哇，大火，呦，哎呀，这事儿还真的脸了，这本色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哦，又是这个场景。哇，这时间也过得很快啊！上一次在这儿正好是1个月以前。对，见他们恍若隔世。今天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变成空巢老人了。没孩子了，孩子都走了。你们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感觉吗？我记得，我也记得，我记得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张诗文，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中国传媒大学。我叫侯子泰，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。我叫李雨佳，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。叫庞征，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。我叫王韵玲，然后我本科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。然后我现在眼前完全就是诗文在这跳舞的那个感觉。哦，拿着扇子跳舞。哇，飒爽。他第一个进来给大家留下印象是非常深刻的。是玉佳其实第一次给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他就说我就想争第一，那个表情你们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我也有能力，我也有信心，能在这一次1个月的实习里面最终拿到 offer。我是不敢说我想争第一这句话的，我绝对不敢说出口。第一个不敢说，不好意思；第二怕说了以后就实现不了了，不说还有可能实现。对，但是他就真的能说，所以那一刻我觉得哇，现在的孩子真不一样。我觉得雨佳也是非常典型的，就他看上去很有锋芒，但他其实真的很单纯。对，是的。我觉得今天进入中级面试，这5个人当中，可能真的是庞征是在我们初次见面时没有想到的，对吧？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生活阅历的孩子，但是就没有感觉到他身上有那种光环和气场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真的不一样了。所以外在的肯定，尤其来自专业人士的肯定，对于一个年轻人特别重要。就他一下子信心，我觉得比之前增长了无数倍。基本上第一个课题之后，他就已经好像起飞了，感觉是吧？梁上清风服话筒，新闻是什么？内容为王，这是在他手部的位置。庞征这种收放自如的气场和光芒是非常厉害的，特别好。我觉得他是真的拾回了自信，然后找回了那种理想的。因为他来的时候是他觉得，哎呀，我已经不敢再上主播台了，有点自卑，对，甚至觉得有点愧对主持这个行业，他好像背离了初心似的。还有哪个人是你们没有想到会进入中级面试的吗？如果说按一开始的表现的话，可能子泰，因为他到前边其实一直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分嘛，对吧？我说实话，我第一次面试完见到他之后，我就觉得他太有潜力了，太强了。因为他太松弛了，就是你就觉得说，他天生就是做电视的，就是应该上屏，因为他没有一点点压力，之后就反转了。之后也是松弛啊。从第一次，对，就是我觉得就第一次考核松弛的都拉垮的感觉。松弛的拉垮。所以其实说实话，直到最后一个考核之前，我都很担心，我觉得他很可能没有机会进入到中面了。但是最后，他卡在100分的这个线上，成为了唯一一个进入到中面的男孩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终极面试吧。来吧。这是谁？雨佳。哦呦，雨佳，你看她现在的气场跟之前的气场都不一样。新闻女王。子泰。还是松弛的。新闻小王子。有请第一位。好，来了。欢迎。欢迎。当初第一个是你，今天第一个还是你。老师们好，当初的我已非今日之我。为什么？不一样在哪里？打碎了，重塑了。哇，上来就
节奏很快呀。把什么东西打碎了？很多很多东西。比如说，对自己的认识，原有的一些不好的习惯，束缚自己的那个框子，都打碎了。那你经过8个课题之后，对于主持人这3个字，尤其是对于新闻主持人这个职业的定位，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认识？确实有了很多新的认识，因为在来之前，我可能觉得新闻主持人好像也被束缚在一个框子里，他要很规整的表达，他要去说很严谨、很理性的话。但是当我真的坐在主播台上去播新闻，当我真的去跟嘉宾交流的时候，我会发现，如果你的眼睛里没有装着受众，你的表达是不 OK 的，你其实做不成一个很有态度的新闻主持人。所以我会一直看见观众，一直想他们所想。但是实事求是讲，说从这次整体的表现来讲，如果我们只能够发1个 offer 的话，那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看到你给到我足够多的优势和能力。张希老师也这么只给的吗？去拿到这唯一的 offer， 你现在能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觉着你可以去拿这个 offer 吗？我想，我值得投资，假以时日，一定可以行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可以一直做新闻？我想到的原因是我其实是有分析的能力和感知的能力的。分析的能力能让我进到一个新闻的场域里，能迅速把各种各样事件的线头都梳理清楚，像一个侦探一样把事情的过程还原出来。而感知的能力能让我在看到我的采访对象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瞬间跟他心灵感应，知道他现在想的是什么，然后围绕着他的想法来提问，去获得我想要的信息，去拼上最后那一块拼图，最终再把它呈现在主播台上。我之前一直对你有个好奇，因为你不止一次讲过，好像总是渴望胜利，总是功亏一篑，就这样的表达你不只有过一次。某种程度，在我看来，这个女孩这么年轻，有一些就是悲情色彩，但我不希望是这样的。就包括这一次，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，觉得啊，可能最后又不属于我，又会有那种悲情的感觉，你会吗？这回不会了。为什么？你怎么这么肯定？因为我之前会那样，是因为可能比较有责任感，我总希望我能给所有的事情负责，我能给所有的事情兜底。如果它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话，我会觉得那是我的问题。但是这次就是通过跟各位老师的学习，跟小伙伴们的相处，我发现其实真的可以松弛一点，而且这次的探索和尝试也给了我一些底气。我相信我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，我是有继续在这个行业深耕的潜力的。整个过程拿过第1，第1个课题就拿第1，一度成绩到过倒数第2，自己心里会有起伏吗？分数其实还好，我主要就是看我对这个课题满意不满意吧。比如像课题4，我没有拿到最终的分数，但是我觉得那次尝试对我来说特别宝贵，我非常珍惜。课题4的经历对你来讲，你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呢？张希老师真是一个好的 HR。我感觉他让我看到了一种期待。首先，他给了我信心和底气。虽然确实翻车了、捅娄子了、犯错了，但是我知道这些问题以后靠努力、靠经验都可以弥补。我还是可以在主播台上坐着的。你可以在主播台上坐着，当然，而且可以会做得很好。从你第1天走进这里，说自己想做记者型的主持人，一直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，我们每一位老师也都看到你在这个道路上一直在努力去做。那到最后2个课题，在选择自己可以去尝试和拓展的边界，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。作为我是肯定不会怪你的，我相信所有的老师也都会支持你去这样做。而且整个表现过程来讲，鲁豫老师一直用青衣来形容你，觉得你在大舞台上可以有自己展示的空间，在新闻主播台上也可以有自己展示的空间。那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，可以更好的去进行多元的尝试，
让你找到你觉得自己最适合的赛道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。从我的角度来讲，我也相信未来你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的前景。但是这个前提是不要对自己有过多的苛责，甚至某种程度上没有必要的要求，把自己的心态放松下来，才有可能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。我认为他最大的障碍在自己的心里。对，他具备很多优秀的素质和能力，他经常把自己引领上一个错误的道路，就他会跑偏，他不知道有的时候说人话比说金句更重要。这个需要张希老师或者我们任何一个老师，在镜头之外，跟他好好破除他心理上的这道障碍也好，这堵墙也好，我觉得可能会对他帮助更大。白老师这句话完全在点儿上。白老师，好了，下一个松弛的来了，两个极端，来吧，来吧，钟面就不带 PPT 了是吗？不但没带 PPT，简历也没带。老师们好，很难做的这么挺吗？这1个月都没有看到你做的这么挺过了，已经。今天这个场合还是，要更正式一些。你对最后的结果是会觉得吃惊，还是在意料之中？满意不满意？如果单从最后一个考核来讲，其实有点没有那么出乎意料，因为我对自己的表现以及对自己的个人的能力，也是有一定判断的。但是放眼整个考核，从这个100分的角度来讲是吃惊的，因为从第5个课题，我的心态就已经平淡了，就是对最后的分数虽然很向往，但没有那么的执着了。得之淡然，失之坦然，当时是挺坦然的，然后最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，竟然把100分凑齐了。哎，这个话里有话哈，奇迹般的把这100分凑齐了，你怎么理解这个奇迹？我觉得它很奇妙，因为在倒数第3个课题的时候，当时我还只有30分，我说这怎么可能凑齐70分呢？我觉得有点难。回忆起张希老师当时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做体育的你也知道。”比赛有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很难讲，篮球最后1分钟都可以抢回来10几分，对吧？很难讲的事儿。然后秉持着这个心态，好像也算是一个奇迹。我对你的几个印象很深的，就是你跟王玉2个人一起合作，跟胡先煦还有邓科导演做的那个圆桌论坛，那次我认为你们俩合作的非常好。我的印象很深，就是你在几个场合，当王玉在提问的时候，你会起来，比如倒水。就给他营造一个氛围那种感觉。哎，多谢多谢。我特别想知道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你是为什么会做那样的选择？因为你们俩此刻其实在考核，但当你站起来倒水的那一刻，其实你是把提问机会给到别人的。如果从考核的角度来讲，其实我是重视每一次考核的，但其实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一根弦在提醒我。无论我是不是在考核，以节目为主，我是不是拿分的这个人不重要，这个节目能不能安全播出，能不能把这档节目做起来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它关乎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成绩。如果这档节目砸了，那可能我们2个人都完蛋，甚至整个栏目都完蛋，甚至整个台都会完蛋，虽然可能有点严重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能力，对，他能够知道该给此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氛围。对，我觉得。你前半程虽然都是0分，但是我觉得得分是0分，不等于能力是0分。太好了这句话。比如说人工智能大会，从我的角度来讲，诗文和庞征是第1，你和林蔚是第2，但我们的考核机制是第1得分，2、3、4都是0分，所以你的能力不是0分，只不过是得分是0分。你的0分一直坚持到了前半场全部结束，但是你的能力始终我们是看得到的。谢谢老师。哎，那天和韵玲一块搭组采访 Fly 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决定最后韵玲来采访的？你不是对电竞也很熟吗？是老师，那天很奇妙，因为老师其实我是一个有的时候抹不开面的人，有的时候我很多心里话我的张嘴说不了，就是尤其是跟别人在配合这件事上，我没办法跟别人去争。我说你别去，我行，你让我去，你别去了，我讲不出来这种话。在班里也这样，有点吧，还是。
其次就是那天，其实我内心有一点小小的自卑，因为我从来没跟韵玲合作过，我对她完全陌生，她也对我完全陌生。我知道两个人在完全陌生的情况下是难以产生信任的，然后她的眼睛里又透露着对分数的渴望，同时透露着一点点我自认为对我的不信任，再加上我当时确实倒数第一。子泰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对。然后在走出那个房间之后，他就跟我说了：“子泰，这个主持的事儿能不能让我来？”我说好。实际你内心多少也是想做的。我多少是想做的，但是我实在没办法跟你说，虽然我倒数第一，成绩很烂，但其实我很厉害。我讲不出这个话，所以当时立刻就答应他了。这句话赢了，虽然我倒数第一，但是我实力很强。下回要练着讲一讲。你有没有觉得最后这个课题，你是有主导角色的？我意识到，你意识到对吧？对，那一刻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儿。那你有没有在最后一次课题之后觉得，哦，如果前面几次课题我也像这次一样主导一下，结果或许不一样？是有这样想过。但前边4个确实我拿不准，但最后一个我其实把握到了85%以上，所以才会去做这个决定。所以你只有明确意识到，当你占据绝对的方方面面的优势的时候，你才愿意去做那个主导的。这是其中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就是我在搭档完全信任我的情况下，我才能这样去做。但你要知道，未来我们在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，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在一切的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之下才去做一个节目。所以这就是22岁的侯子泰可能要面临的第9个课题。哎呀，好好的回答。好。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马上你们的实习就要结束了吗？走之前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？老师，我其实像您一样是一个不太会煽情的人，可能此时面带微笑，但其实内心早已汹涌澎湃。我突然想起来，那天我们在去往采访胡先煦的路上，我说这个夏天我会记一辈子，所以如果最后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我用3个一辈子来总结吧。这个夏天发生的事儿，我会记一辈子。遇到的7位同学，我会记一辈子。面前的4位恩师，以及没有在这儿的2个师姐，我也会记一辈子。就是3个一辈子。好，我们也会记你一辈子。哎呀妈，张希老师也不行了，张希老师也不行了。哇，我突然第一次被人说要记我一辈子，我觉得有点恐怖啊，还敢着急。好，谢谢子泰，谢谢子泰，谢谢子泰，谢谢4位老师，加油，加油，拜拜，拜拜，老师们，拜拜拜拜。子泰真的有一种稳下来的感觉，这个感觉给人特别舒服。成长了，真成长了。对，真的是落下来，落下来了。22岁子泰第9个课题，太好了。励志。